但就在气候峰会召开前夕，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以压倒性多数票赫然通过所谓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这份280多页的法案要求拜登政府在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等领域与中国展开全面战略竞争。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言人尤文泽回应强调，中方强烈敦促美国国会停止插手中国内政，停止审议推进所谓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对于这部涉华竞争的恶法，中国应该如何保持定力？张腾军点拨关键。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否决维多利亚州政府同中方签署的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中国外交部回应表示，澳政府肆意干扰破坏两国正常的交流合作，严重损害中澳关系和两国互信，已经向澳方提出严正交涉。近期澳大利亚在涉华问题上阴招不断，中国驻澳大利亚公使公开喊话表示，中国不是奶牛，任何人都不该抱有先挤奶后宰割的幻想，释放什么信号？贾都强、刘和平深入解读。印尼海军一艘载有至少53人的德制潜艇失踪，已进入第2天。印尼海军证实，搜救人员在潜艇失踪地点附近海域已发现燃油泄漏痕迹。专家普遍怀疑潜艇凶多吉少，很可能已沉入700米的海底。潜艇海底遇险通常有哪几种场景？中国海军潜艇掉深救险奇迹究竟如何缔造？详细的焦点分析稍后为您一一呈现，不要走开。中美元首同场出席气候峰会，令各方高度关注两国关系的走向。不过，就在气候峰会召开前夕，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所谓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这份280多页的法案要求拜登政府在政治、外交、经济和军事等各领域与中国展开全面战略竞争。针对这一法案，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言人尤文泽周四表示，该法案充斥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肆意曲解、污蔑、抹黑中国发展战略和内外政策，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用心险恶，损人害己。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美国参议院外委会周三通过由跨党派议员推动针对中国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美媒《国会山报》介绍，该法案将交由100人组成的参议院审议。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梅内德斯在听证会上宣称，来自中国的挑战前所未有。China today is challenging the United States, destabiliz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cross every dimension of power. So this is a challenge of unprecedented scope, scale, and urgency, and one that demands a policy and strategy that is genuinely competitive. 来自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李诗在听证会上发表了一番极具渲染性的言论。他声称，当前或许是整个21世纪，我们在外交政策方面面临的问题将是中国、中国和中国。在对华战略竞争的这个问题上，他们认为这是关系到美国能否赢得未来的这样一个关键。所以说，他要不遗余力的在各个领域全方位的展开对华竞争，就是因为他们认识到美国当下处在一个相对这个困顿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为了重振美国，就必须要打败中国这样一个对手，否则的话，美国的领导地位都会受到挑战。所以说，这是他一个这个广泛的国内共识，实际上就是他的本身的一个战略焦虑的这样一个体现。外界注意到，自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草案于4月8号在美国国会浮上台面之后，这份法案备受外界关注，只因它还有另外一个名称——两党对华全面法案。实际上，这份长达283页的法案就是由民主党籍的梅内德斯以及共和党籍的李诗共同牵头完成，旨在要求拜登政府对中国采取全面战略竞争政策。法案共分为5个章节，涉及所谓针对北京的掠夺性经济行为、恶意影响力攻击、数字威权军事扩张、对台野心以及压迫香港与新疆。从名称设定来看，足见该法案对华恶意满满。相比于草案，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对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增加了几十项修正，其中就包括参众两院部分议员提出的无尽边疆法案，要求在5年内拨款1000亿美元，促进私人机构和大学的科研，并拨款100亿美元，用于在全美范围内创建新的技术中心，监管关键领域的产业链。参议院商务委员会预算最快下周就会审议这份无尽边疆法案。There's a bipartisan consensu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must invest in the technologies of the future to outcompete China.
在军事方面，法案提出2022到2026财年期间拨款6.55亿美元对外军事援助，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加强与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军事联系，以制衡中国军事扩张。法案同时规定，禁止向在本土建有中国军事设施的国家提供援助金。此外，法案提出向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出口武器，包括远程精确打击火力、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反舰巡航导弹、对地攻击巡航导弹、常规高超音速系统、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及指挥和控制系统。在台湾问题上，法案鼓动美国与台湾保持更紧密的联系，称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案还继续打出所谓人权与民主的旗号，企图涉足涉疆涉港问题。涉疆问题上，法案呼吁对部分中国官员实施制裁；涉港问题上，法案提议拨款1000万美元用于促进香港的民主。值得关注的是，为配合美国在涉港涉疆问题上的粗暴干涉，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中还夹带了旨在限制美国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外交抵制提案。彭博社报道，外交抵制不会禁止美国运动员参加将于明年2月举行的冬奥会，但会禁止拨款派遣任何美国官方代表团参加。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言人尤文泽周四在回应美参院这一法案时就强调，涉疆涉港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干涉，而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法案相关涉台条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向台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尤文泽还指出，中美即便在某些领域存在竞争，也应该是公平公正、遵守规则的良性有序竞争。中方强烈敦促美国国会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停止插手中国内政，停止审议推进所谓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我们看到他在南海、在香港、新疆等等相关问题上有很多的涉及，这充分表明了在国会的这个层面，他试图更加直接地介入中国的内政。在过去来讲，国会没有那么走在对华政策的前台，往往是在后面发挥作用。现在是他们主动提出这样一个法案，试图去锁定未来对华政策调整的这样一个方向，充分体现了美国国内的这样一个状态。而且在对华战略竞争的问题上，他们是不遗余力，而且是不择手段的。观察指，虽然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使用了竞争字眼，但本质上还是在鼓动与中国全面对抗，尤其要在人权与经济领域对华施压。拜登政府曾多次宣称，其对华政策秉持的是该竞争时竞争，能合作的时候合作，必须对抗时就对抗的原则。美国参议院的这一法案无疑是在对拜登政府施压，其用心之险恶可见一斑。它背后是有一个很大的政治目的，就是他试图在对华政策上施加影响，试图去与拜登政府争夺对华决策的这样一个领导权。那么同时呢，通过这样一个全面的强调竞争与对抗为基调的这样一个法案，它一定程度上它要去限制拜登政府对华的这样一个政策空间。那么这股力量呢，仍然试图去推动中美关系向新冷战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这个最后要看拜登政府与国会两党之间的这样一个博弈它究竟会呈现出一个双方有分歧的状态，还是说呈现出双方是相互配合的状态？但此外呢，我们看到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对中国保持所谓高压态势。那您对这个法案有什么样的评估？那下一步美国对华政策又将如何调整呢？这部法案呢，可以说是一个全面对中国施压遏制的这么一个法案。从它这个法案内容上来讲呢，内容呢可以说涉及到了中美双边关系的这个方方面面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甚至包括这个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等。那么这部法案呢，如果大家有机会读一下内容的话呢，是280多页，是由这个美国参议院的这个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这个议员共同提出的。那么这次呢，在小组委员会当中能够高票获得通过，我想呢，至少可以看出来，目前对美国的国内的有些人士，在发展对华关系上，持有一些这个消极的态度。目前来讲呢，应该是这个值得引起大家关注和警惕的。那么这部法案呢，今后呢还要经过一个这个立法的一个程序我们想呢，希望是美国有识之士能够阻止这部法案的这种最终惩罚。
因为呢，一旦这部法案成型的话，我想呢，至少是有这么几点。第一呢，就是说，它就确认了在此之前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华的这种进攻性的这种经贸政策，包括其他领域的科技政策等等。那么这第二呢，就是也为这个拜登政府或者是以后的美国政府在对华施压方面提供了一种这种所谓的这个立法依据，对于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来讲是非常不利的。那么对于这一部对华恶性竞争的法案，中国应该如何来反制？那么如何在处理对美关系中锚定方向呢？我们想呢，在近期刚刚召开的这个博鳌论坛上，习主席在这个会议的讲话上已经讲了，我们所期待的是国际社会的公道，而不是霸道。那么美国呢，这次呢，参议院的这个对外关系委员会通过了这部法案，可以说也是一种霸道的意志的一种体现。我想呢，我们面对这部法律，应该还是保持这个充分的这种耐力和这个耐心和定力。那我想呢，一方面呢，首先就是我们要做好这个自己的事情，因为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国人民站起来，一直到这个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主要的还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这个努力，也就是全国人民的这个努力。那么我们在今后呢，要继续在这条道路上。我们目前已经确定了这个新发展的这种理念。那么践行新发展理念，我想呢，这部法案呢是美国国内不希望这个发展良好的中美关系的一些人士所推动的。那么我想呢，它是一股逆流。对于这股逆流呢，我想呢，中国呢应该是保持足够的这个定力和耐力，而且呢，我们也是有足够的信心。毕竟回顾这个建国以来，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所取得的这个经济建设成就，主要还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这是我们定力的一个根本的来源之一。第二呢，我们目前呢通过了“15规划”和2035的远景目标，我们今后的发展道路，那么构建新的这种发展格局，我们有信心继续走下去，继续在原有的这种成就的基础上取得这个新的胜利。第三呢，就是在对外上，我们是坚持这个继续的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目前呢，我们也开始推动大力的推动这个构建面向全球的这种自由贸易网络，特别是在去年的时候，已经达成了这个RCEP，也就是区域经济伙伴关系合作协定。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中国呢是对区域合作保持开放的态度，欢迎世界各国，包括我们所讲的这个亚洲的成员能够以这个 RCEP 为基础、为框架、为平台推进区域的一体化进程。我想呢，中国呢会坚定的这个践行真正的这个多边主义。那么在这个多边主义上坚持以这个国际规则为基础坚持这个开放包容的态度，坚持这个协商共赢的态度，坚持这个与时俱进的态度另外呢，从中美关系双边关系来讲，也希望美国的有识之士能够及时的这个站起来，推动中美关系走向这种健康良性发展的轨道。好的，非常感谢王先生在北京现场的在线解读，谢谢。印尼海军一艘载有至少53人的德制潜艇失踪，已进入第2天。印尼海军证实，搜救人员在潜艇失踪地点附近海域已发现燃油泄漏痕迹。专家普遍怀疑潜艇凶多吉少，很可能已沉入700米的海底。潜艇海底遇险通常有哪几种场景？中国海军潜艇掉深救险奇迹究竟如何缔造？据路透社21号报道，印尼海军发言人透露，一艘印尼海军潜艇当天在巴厘岛附近进行演习期间失联，潜艇上至少有53人。目前搜救工作已经进入第2天，搜救人员在潜艇失踪地点附近海域发现了燃油泄漏的痕迹。专家认为，如果潜艇真如报道所言已经沉入700米的海底，那么潜艇或已凶多吉少。印尼国防部发布消息称，空中搜救人员在南加拉号下潜位置附近海域发现了漏油。目前，印尼海军已经部署了2艘配备声纳系统的军舰协助搜救。据印尼媒体报道，外界普遍认为南喀拉号的失踪地点位于巴厘岛北部约60英里处，并认为这艘潜艇可能在演习所在海域的一道约700米深的海沟中失踪。据报道，南喀拉号在下潜后不久与外界失去了联系。按照原计划，南喀拉号将在22号参加导弹发射演习。印尼外交部发布的一份声明称，印尼已向多国发出了援助请求。目前，澳大利亚、新加坡和印度都对此做出了回应。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马丽斯·佩恩周四向澳大利亚 ABC 电视台表示，澳大利亚国防军将尽我们所能提供帮助。
印尼海军在一份声明中称，潜艇可能在下潜过程中发生停电故障，导致控制系统中断，无法实施紧急程序。南加拉号可能会沉入600至700米的深海。印尼一名官员表示，南加拉号的设计最大前深为250米。印尼海军方面表示，在水面发现漏油可能意味着潜艇油箱受损，但也可能是机组人员发出的信号。时事评论员施洋表示，如果潜艇真如报道所言已经沉入700米的海底，潜艇将被海水彻底压碎，艇员生还概率渺茫。目前搜救难度较大，其一是海水深度大，潜水员和潜水器很难下到如此深度去摸排和救助。另一方面，潜艇下潜姿态以及具体沉没位置不明确。在印尼对于这个海底的地形，包括它的这个相关的水温情况，其实没有很深入的这种像海军大国一样有一个全面的掌握。它在潜艇救援的时候就需要去这个依赖国际上其他国家的这个帮助。那这样一来，在沟通上，包括在这个从别的地方赶过来这样的一些时间上的问题，也会影响它的潜艇搜索和救援任务。据公开资料显示，南加拉号是印度尼西亚海军从德国采购的2艘209型常规动力潜艇中的2号舰，于1981年开始服役，至今已经有40年的历史。南加拉号所属的209型潜艇水下排水量接近1400吨，最大前深约为250米。据外媒报道称，印尼海军曾委托韩国对这款潜艇进行技术升级，使其具备发射反舰导弹的能力。上一次发生类似事件是在2017年，阿根廷海军的潜艇圣胡安号于当年11月15号在距离阿根廷瓦尔德斯半岛大约430公里的南大西洋海域失去联络。潜艇上共载有44名艇员，美国、英国、法国等9个国家出动人力物力，协助阿根廷开展大规模搜救，投入10多架飞机和10多艘舰船。阿根廷海军方面在圣胡安号失踪多天以后证实，最后一次联络时曾收到通气管进水报告。据调查显示，圣胡安号沉没原因是因蓄电池进水造成潜艇电路短路，从而发生了爆炸，艇上所有人均已经遇难。2018年10月17号，阿根廷海军证实，在大西洋找到了1年前失踪的阿根廷海军潜艇圣胡安号，潜艇已经解体，残骸散布在80乘100米的区域内。巧合的是，印尼海军南加拉号潜艇与圣胡安号同属209型潜艇，均由德国制造。军事专家表示，潜艇沉没原因主要有4种：一是蓄电池爆炸，2是鱼雷、反舰导弹等艇载武器发生爆炸，3是遇到海底断崖出现掉深现象，4是水下遭遇撞击。找到潜艇确切位置后的主要工作是展开潜艇外部救援，首先了解受损情况，其次若有艇员存活，要向艇员提供生存保障，为艇员带援脱险争取时间，最后使用专门的水下救援设备将艇员救离失事潜艇。救援主要使用的是这个深潜救生器或者是潜水钟和潜艇上的这个应急救生舱口进行这个对接完了以后，把这个艇员们就给营救出来。如果说这个潜艇证实说艇上已经没有生还者，或者接下来的情况就是看情况对潜艇进行打捞活动。一方面是技术上的，就是说印尼或者说他试图找其他的这个国家有没有能力来打捞这个潜艇，另一方面呢，则是因为打捞潜艇花费是相当巨大的。2014年初，中国南海舰队372潜艇就曾遭遇海底断崖的突发事件。在海洋中，由于海水密度、盐度、温度的不同，导致海水会在垂直面形成突变的水层。一旦水层上面的海水密度大，下层密度小，则会出现水下断崖。当潜艇行驶至水下断崖时，就会因为浮力减小而掉向海底，被称为掉深。随着下潜深度的急剧增长，巨大的海水压力将会把潜艇压扁甚至瓦解。当时由于372潜艇处于巡航状态，下潜深度为150米，掉深事故发生后快速下沉至316米。372潜艇属于俄制基洛级 636M 潜艇之一，最大下潜深度300米，这意味着327潜艇已经处在了最危险的边缘。据解放军报报道，在事故发生的3分钟内，全体艇员执行了30多个口令，完成了500多个动作，竭力拯救掉深的潜艇。
最终在下沉到450米时开始上浮，在掉深事故发生后的第14分钟浮出水面，成功避免了灾难性后果。372潜艇全体官兵临危不惧，冒死排险，成功处置了突发重大险情，并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完成任务，荣获集体1等功。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中国372潜艇，世界上还没有一艘遭遇掉深事故而成功逃生的潜艇。1963年，美国长尾沙号潜艇由于突然遭遇水下断崖，导致艇壳破裂被毁，129人全部丧生。1968年，以色列达喀尔号潜艇驶入地中海海域时神秘失踪，直到30年后，搜救打捞队才在3000米的海底发现潜艇的残骸。澳大利亚周三宣布，该国维多利亚州与中国此前签署的一带一路协议已被联邦政府取消。澳方称这一协议不符合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经向澳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外交部还表示，敦促澳方立即撤销错误决定，否则中方必将坚决有力回应。中国驻澳大利亚公使王希宁周三警告，中国不是一头奶牛，任何人都不应该抱有在中国正值盛年时挤他的奶，然后在最后密谋将他宰割的幻想。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在周三一份声明中宣布，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与中国此前签署的一带一路协议已被该国联邦政府取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四强调，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决定同中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合作，增进双方人民的福祉，原本是一件互利共赢的好事。澳联邦政府无理否决维州政府同中方签署的一带一路合作协议，肆意干扰破坏两国正常的交流合作，严重损害中澳关系和两国互信。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经向澳方提出严正交涉，中方保留对此作出进一步反应的权利。我们敦促澳方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偏见，客观理性看待中澳合作，立即纠正错误，改弦更张，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使原本就面临严重困难的中澳关系雪上加霜。2019年10月，中国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签署了一带一路协议，双方将就此展开基建、贸易等多方面的经济合作。在协议签署后，有澳大利亚政府官员无端指责协议不透明，并将其污名化为中国的宣传策略。2020年12月，澳大利亚联邦国会通过了新的外国关系法案，该法案赋予了联邦否决州政府等各级政府机构与外国签订协议的权利。据报道，本次否决一带一路协议的举措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第一次启用这项法案授予的否决权。取消这一协议对我方的在经济上的影响是有限的。基于目前中澳关系恶化的现状，中方对现阶段实施协议搞这个深度的合作本来就没有抱很高的期待。但是从政治和外交上来看，澳政府的这些行为是极其恶劣的，相当于是又一次的恶意挑衅。也暴露了这些行动也暴露了澳方包括莫里森在内一干官员希望改善中澳关系这种表态的虚伪性。对于撕毁与中方一带一路协议，澳方毫无悔意。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表示，取消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原因在于其不符合澳外交政策，并非针对任何特定国家。相关决定旨在确保地方政府的行为与澳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相一致，符合澳法律和国家利益。实际上，澳方审查了1000多项协议，最终决定撤销4项，其中同中方签署的协议就有2项。汪文斌指出，澳方所谓不针对特定国家根本站不住脚。澳方近年来以模糊不清、毫无依据的所谓不符合澳外交政策、不符合澳安全利益为由，做了大量破坏中澳正常交流和合作、毒化两国互信和民意氛围的事。澳方的政治操弄和无理行径，完全违背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精神，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性质恶劣，对两国的地方企业合作信心产生了严重消极影响，也使澳方自身的形象和信誉严重受损。汪文斌表示，中方始终认为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澳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澳方口口声声说希望同中国开展合作，加强高层对话，却说一套做一套，一而再再而三损害双边关系。这次澳方的所作所为再次表明他们对改善中澳关系毫无诚意。我们再次敦促澳方立即撤销错误决定，改弦更张，停止对中澳关系不负责任的言行，停止对两国正常合作交流无端设限，
否则中方必将坚决有力回应。作为中澳关系不断恶化的一个缩影，近期中国神华能源放弃了2008年开始的澳大利亚沃特马克煤炭项目，称这一决定反映了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实际上，神华放弃澳大利亚煤炭项目与新南威尔士州政府三番五次的使绊子，使得中国神华在澳大利亚沃特马克煤炭项目的推进艰难有关。从2008年中国神华获得沃特马克区探矿权至今，已经过去了12年，期间新州政府多次变卦，致使神华的煤炭开采工作一直被拖延，勘探区面积也从最初的195平方公里被迫缩小至95平方公里。之后，新州政府又回购了中国神华剩余面积的探矿权。有分析指出，中澳两国在具体领域的合作不是温室里的花朵，必然与整体的双边关系息息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多年蝉联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澳大利亚2019年对中国出口1039亿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38.2%，与中国贸易顺差高达488.3亿美元，同比增长51.1%。这一态势在2020年急转直下。这一年，中国对澳大麦、牛肉、红酒、木材、煤炭等输华产品依法依规采取了相关措施。2020年1月到10月，澳大利亚对华贸易顺差同比下降12.07%。这一方面是因为中方在质量检查或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中发现澳商品存在问题；另一方面，也与澳方一些人近来反复挑衅中国底线、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错误做法分不开。去年以来，澳方在涉华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错误言行，包括公然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屡屡在涉港、涉疆、涉台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采取错误言行，率先禁止中国企业参与澳大利亚5G 网络建设，多次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否决中国企业赴澳投资。此外，澳大利亚还就疫情问题大搞政治操弄，推动所谓独立国际审议，严重干扰国际疫情防控合作。目前拜登政府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拉拢盟友，搞恶华联盟。澳大利亚是五眼联盟的成员，是美国的忠实小弟，所以受美国的影响是很大的。第二个因素是现任的就是县政府莫里森政府顽固坚持敌视和反华的立场，这对中澳关系的发展构成大的阻碍。三是澳国内的政界军界的亲美立场以及不友好的舆论氛围，对中澳关系的发展构成一定的消极影响。中国驻澳大利亚公使王希宁周三在澳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随时准备采取行动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他警告，中国不是一头奶牛，任何人都不应该抱有在中国正值盛年时挤他的奶，然后在最后密谋将他宰割的幻想。如果澳方真正重视经贸合作中双方合作中带来的好处，那么就应该对中国表现出尊重和善意。我希望澳方能够听得进去，王公使的苦口婆心的劝谏。好了，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你好，那么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宣布，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与中国此前签署的一带一路协议已被该国联邦政府取消。那对此您作何解读呢？我认为澳大利亚的这个举动有两个地方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第一个是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说，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一协议不符合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其实从本质上面来讲，一个国家外交存在的目的和意义，就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尤其是要服务于这个国家的经济与民生发展，造福于本国人民。作为一个成熟的国家，每当碰到外交冲突的时候，都会尽量避免这种冲突蔓延到两国的经贸领域，尤其是避免其冲击到本国的经济与民生，这就是所谓的政经分离。近年来的中日、中澳外交关系大体上都遵循了这个大原则。即使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主动挑起跟中国的贸易战，也不是为了中断中美贸易，而仅仅是为了从中美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好处。然而澳大利亚政府却是削足适履，反其道而行之，要求中澳经贸必须要服从于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必须要服从于澳大利亚的意识形态冷战外交。那么第二，我们知道，当两个国家产生外交冲突的时候，
不仅会把冲突范围控制在外交层面，而且会控制在中央政府层面，尽量不要干预地方层面的经济交流与合作，以给两国关系留下喘息的空间。不仅如此，有些国家甚至会私下鼓励地方层面继续开展对外经贸交往。然而，澳大利亚却是不惜以在联邦国会通过新法案的方式，收缴了各州政府与外国签订协议的权利，也就是不惜以破坏澳大利亚所奉行的地方自治这一根本性的宪政制度的方式，来废除维多利亚州与中国此前签署的一带一路协议。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整个澳大利亚上上下下意识形态上已经是狂热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那么在您看来，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澳大利亚政府做出了不惜破坏宪政根基与契约精神，也要撕毁维多利亚州与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协议的鲁莽行为呢？我在前面讲到了，澳大利亚政府的这个举动是意识形态主导了外交政策，外交政策又凌驾于经济民生政治之上的结果。但是光这个原因显然是解释不了澳大利亚政府的这个疯狂而且鲁莽的举动的，因为连自己的经济与民生利益都不要的举动，显然是违反常识与常理的。因此我认为，除了意识形态与政治凌驾于经济民生这个因素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主导了澳大利亚政府的这个行为，也就是情绪上的彻底失控。很显然，最近1年多以来，中澳双方在经济领域的过招，已经让澳大利亚政府的情绪逐渐失去了控制，以至于他们不仅对中澳关系破罐子破摔，甚至为了跟中国打意识形态冷战，不惜伤害本国的经济民生与破坏本国的宪政制度了。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它意味着接下来的中澳关系将会进入到由情绪来主导的阶段。假如任由这种负面情绪发作而不加以管控，未来的中澳关系前景将会十分堪忧。而在我个人看来，作为一个成熟的国家，澳大利亚的外交官员以及他们的外交政策，不仅是不能跟着民间情绪起舞，而且是要沧海横流中保持平和与理性的，甚至是引导民间情绪走向理性的。因为说白了，澳大利亚外交官员的职责并不是为了挑起与激化矛盾而存在的，而是为了化解矛盾而存在的。外交的职责是要化干戈为玉帛，是要在冒烟的枪管里面插上鲜花的。同时，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还应该着眼于长远与大局。这个长远与大局就是中澳两国的和平共处以及世界的和平发展。那么在您看来，澳大利亚政府撕毁维多利亚州与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协议，又会带来哪些负面的后果呢？我注意到，除了撕毁维多利亚州与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协议之外，澳大利亚方面还取消了中国神华集团在当地的采矿许可证，这是摆出了要在经济上跟中国全面脱钩的架势。我认为对于澳大利亚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外交政策上的根本性转变。我们知道，长期以来，澳大利亚玩弄的是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搞平衡的外交战略，也就是在意识形态与安全上倒向美国，而在经济上，这主要是依赖中国。在这个战略指导下，澳大利亚似乎是如鱼得水，两边都得到了好处，既从美国那边得到了安全上的保障，又从中澳经贸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然而，随着中澳经济制裁战的逐步升级，尤其是澳大利亚政府开始主动跟中国经济脱钩，这个平衡战略将会从根本上被打破。未来的澳大利亚将会在政治安全与经济上全面倒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怀抱，而这样一个举动不仅会对中澳两国的经济都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甚至还会对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尤其是全球的产业供应链造成巨大的冲击。我们知道，中国最为丰富的资源就是劳动力，是勤劳与智慧的老百姓。澳大利亚最为丰富的资源就是广袤的陆地与海洋，以及在陆地与海洋上产生的丰富的农产品与矿产品。中国最为缺乏的是自然资源，恰恰就是澳大利亚最为富余的。于是过去几十年以来，就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澳大利亚负责提供原材料，中国负责生产，欧美国家负责消费这样一个供应链条。
这是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优势资源相互整合的一个典范，甚至是一个绝配。然而，假如澳大利亚执意要跟中国经济脱钩，这个天然形成的生产、供应与消费链条将会遭到破坏，澳大利亚将不得不为自己的原材料寻找新出路，中国则不得不开拓新的原材料来源，欧美国家则最终不得不面对产品涨价的现实。好的，非常感谢刘先生在线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当地时间周三，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国情咨文，总结施政并展望未来。美国总统拜登把反俄作为纠集欧洲盟友的手段，这激怒了俄罗斯。普京为某些国家画下红线，称将迅速采取强硬的不对称反制。而俄方同日将8名美国情报系统现任及卸任官员列入黑名单。此举为何被解读为俄方做好与美国断交的准备？乌克兰东部局势持续紧张，为何 CNN 及一些欧洲国家仍然在火上浇油？本月初，现年68岁的普京刚刚签署了关于总统任期的宪法修订案。根据该法案，普京可以在现任期结束后再连任2届。这意味着他如果在未来的选举中获胜，最多可以担任总统至2036年。这是普京签署宪法修正案后首次发表国情咨文，受到外界高度关注。普京的国情咨文讲话时长约80分钟。俄罗斯媒体统计，这是普京个人第17次，也是俄罗斯历史上第27次总统国情咨文。现场参会人员包括俄罗斯议会2院议员、州长及其他政府官员。普京国情咨文大篇幅涉及内政，他表示，确保民众实际收入增长是政府的首要任务。普京赞扬俄罗斯全国应对新冠疫情取得巨大成功，尤其是短时间内研发出3款疫苗，展示了俄罗斯的科技和工业潜力。但他表示，俄罗斯接种疫苗的进度较慢，呼吁国民配合接种，目标是在秋季之前达到群体免疫。与往年一样，普京在外交政策上做出强硬表态，不点名批评某些国家实施非法有政治动机的经济制裁，企图把其意愿强加于人。普京奉劝某些国家不要踩俄罗斯的红线。Но надеюсь, что никому не придет в голову перейт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ую красную черту, а где она будет проходить, это мы будем определять в каждом конкретном случае сами.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недружественные акци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также не прекращаются. В некоторых странах завели пренеприличные обычаи. По любому поводу, а чаще всего вообще без всякого повода, цеплять Россию. Спорт какой-то. Новый вид спорта там. Кто громче что-то скажет. Мы хотим иметь добры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о всеми участникам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общения. М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не хотим сжигать мосты. Но если кто-то воспринимает наши добрые намерения как безразличие или слабость и сам намерен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 сжечь или даже взорвать эти мосты, должен знать, что ответ России будет асимметричным, быстрым и жестким. 普京还谈到了俄罗斯军事力量现代化发展的情况。他表示，到2024年，整个俄罗斯军队的现代化武器装备比例将接近76%。今年，俄罗斯战略核力量的现代武器比例超过88%。重型洲际导弹萨尔马特将在2022年列装部队。普京还向全球合作伙伴发出邀请，讨论有关全球稳定和战略武器问题，希望建立一个无冲突合作领域。近期，乌克兰东部顿巴斯的局势持续恶化。在普京发表国情咨文的当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一场公开活动中邀请普京在战火燃烧的乌克兰顿巴斯进行会晤。克里姆林宫方面没有对此做出回应。